大家好，本期视频我们继续分析和预测特斯拉股价在2023年5月30日的走势。首先，我们先来回顾一下特斯拉股价在5月26日走势的基本信息。它的开盘价是184.62，收盘价是193.17，在盘中最高价是在198.60。最低价是在184.53，在盘中它的最高值与最低值之间的负值是达到了14个点。我们会看到它的收盘价又重新站上了5日均线值，并且收盘价超过了前高，我们指的是5月23日这根 K 线的最高量。当日的成交量是1.62亿股，是前一个交易日的1.6倍，抱有大的成交量。KD 值快线上穿了慢线，这样的现象说明股价出现了向上反转。MACD 开口增大，双线是继续上行，慢线上穿了零轴，并且在零轴的上方出现了较前一个交易日更长的绿柱。那这些信息说明股价进入到了多头趋势。好，接下来我们来看看 K 线信息。在5月26日生成的这根 K 线叫做含上影线的长绿 K 线，它是一根上涨的 K 线，它所处的位置是在股价出现回后上涨的行进中。我们会看到它的收盘价是超过了前高5月23日的这根最高，也就是在当日又出现了新高，建立了头高这样的一个趋势。那当日的成交量较前一个交易日又是抱有大的成交量，那这样的信息在 K 线上通常说股价还要继续上行，也就是说这根 K 线完成了回后上涨。那么后续接下来一个交易日，如果股价能够开高走高，那股价是很容易上行的。那由于我们会看到出现量增并且含有长长的上影线，我们还要警惕，就是这根 K 线有可能会是这样的成交量是一个出货的表现。所以说，在接下来一个交易日，如果不能高开高走，如果出现了是反转向下，那日后如果跌破了这根 K 线的最低，也就是在184附近，那么这样的一根 K 线很可能就是拉高出货，然后股价出现反转向下。所以呢，接下来1-2个交易日股价的走势将是非常关键的。那我们补充说明一下，日后如果股价继续上行，能够站上这根 K 线的最高呢，那我们说股价会继续上行。好，这是 K 线信息的解读。接下来我们来分析后续股价的走势。我们调出辅助线。首先，我们先来回顾一下前一期视频我们对5月26日股价走势的预测。我们预测的第一个可能会出现突破，也就是突破前一日这根吊人线或者叫锤子线的最高和最低。那向下突破呢，我们预测股价收盘价会在179。向上突破，我们预测股价收盘价会在189.5。那这是第一个可能。第二个可能，我们认为会出现横盘，收盘价会在185.5附近。那实际在5月26日当日，收盘价是在193.17，在当日出现了大幅的上涨。出现这样的大幅的上涨与我们预测的向上突破走势是基本相同的。但是收盘价的点位呢，相差是非常大的。
那股价我们说站上了，也就是说我们定义的193这个目标，也就是超过了5月23日这根 K 线的最高，那么也就是完成了突破，然后呢，成交量增，那各个指标都是指向上的，所以呢，后续我们股价有可能会上行。我们先来分析股价的上行。那在分析之前，我们先调整一下目前的水平线，185是我们上一周的观察线，我们把它删除。然后178是5月26日盘中的观察线，我们把它也去除。好，这样一来，我们先来看后续，也就是对于5月30日和之后股价上行的目标，就是5月26日这根 K 线的最高是在198.6，我们取一个整数199。好，我们还是取198.6吧。对，好，那这是它的股价上行的第一个目标。我们刚刚从 K 线信息说日后只有股价收盘价站上了这根含上影线的长绿 K 线呢，说明就是说在这个地方换手成功，股价会继续向上。那否则在198.6附近呢，股价是很容易遇压而反转向下的。那我们也会看到200的整数关口实际上也在它附近，所以这第一个目标，股价上行的第一个目标压力还是非常大的。那如果能够站上198.6第一个目标，那接下来的目标应该是207和217。207我们会看到是前面的一个高点。那日后股价如果能够站上207，甚至是217呢，那股价将会继续自1月6日以来的多头趋势，也就是从2月16日以来一直到现在都是回档，然后后面如果能够站上217，那么股价将会出现新的一波的上涨。好，这是我们说的上行的目标。我们再来看股价的下行。那股价的下行目前第一个目标，我们会看到自4月27日以来出现了头高，然后头高，在上边还有头高，下边都是底高，所以这是一个短期的多头趋势。那么对于目前股价的收盘价来说，如果股价下行，那就是突破最近的一个底，也就是5月24日这根 K 线的最低在178附近，我们加一条水平线。那跌破这条水平线呢，就是要瓦解目前的这个短期多头的趋势，也就是出现一个低点，然后呢出现下行的这样的一个短期下行的趋势。所以股价下行的第一个目标就是178，然后178被跌破，接下来当然是接下来的一个低点就是164。我们把这个颜色变换一下。好，那跌破它之后，当然是继续向下，那目标就是第三个目标就是152。那跌破152的目标就是要恢复自2月16日以来的空头趋势。那我们会看到目前的，我们在前一期视频加了一个趋势线作为观察，那么上方是有2个绿 K，这是一个下行的趋势，所以我们会发现目前股价在这个区域是很容易遇压而出现反转向下的。那如果在这个地方出现反转向下，那这一波下行它的总的目标就是要跌破152。好，当然如果上行，目前就是217。实际上在我们画的这1、2、3、4、5、6这6条线，我们就可以看出
对于长期的一个横盘的区域是在217到152之间，对于近期的横盘区域就是198.6和下方的这个178是在这个区域。好，那这是我们对后续股价上行和下行的分析。那对于5月，或者我们先给出本周的观察线。由于目前是一个短期的多头向上的一个趋势呢，所以我们给出的观察线是，如果股价出现回档的下限，那么我们加一条水平线，就是这根含有长长上影线的长绿 K 线，我们在它的最低，也就是184.5附近加一条水平线，作为本周的观察线。那把它设为本周的观察线的目的，就是我们看看在本周股价运行是否收盘价会跌破这个位置。如果跌破这个位置呢，那说明这根 K 线它是一个我们可以把它称作叫做拉高出货的一根 K 线。所以本周我们观察184.5。那对于5月30日盘中，我们关注当日新生成的5日均线值，它的范围是在186到188。如果继续维持这样上行的一个走势呢，我们取5日均线值的上限，也就是188作为观察。我们在188加一条水平线，这是5月30日日内我们要观察的。也就是说，股价如果出现回档，我们看看它是否能够支撑住股价。那对于目前的多头趋势，只要股价不跌破5均，会继续沿着这样一个多头的趋势上行。好，这是我们取这个观察位的原因。好，这是我们对后续股价走势的分析。那接下来我们来看看技术上的操作建议和规律。那在技术上，对于5月26日收盘价是在193.17，超过了5月23日这根 K 线的前高，并且成交量是量增。并且在当日也是出现了新高，虽然它是有长长的上影线，但是在技术上，对于5月26日的收盘价193附近是可以进场做多的，因为它还有一个指标，就是瓦解了这根变盘向下的信号 K 线，这个天剑线。所以在这个位置193，在技术上是5%进场做多，在这里我们指的是进场做多，而不是抢反弹。好，那在这个地方进场做多，目标位是200关口，也就是在200关口是可以获利出场的。然后对于这样一个仓位的止损位，我们要守5月26日这根 K 线的最低是在我们守184，它的最低是184.53，我们守184，也就是日后股价跌破了184呢，那我们会止损出场，否则我们会继续持有这个仓位呢，等待继续加仓做多。好，这是我们对做多的技术上的操作建议。那我们再来看空头，空头我们只讨论空头，不做空头的操作建议。对于5月30日开盘之后，在193附近会有空头进场，那他们的目标就是下方的184，或者是178。那在这个位置进场的空头，他们的回补位应该是200关口。好，这是我们对技术上的操作建议和规律的说明。接下来我们来看看
5月30日开盘之后的压力位和支撑位。首先到来的压力位就是前高198.6到上方的200关口，这是第一个压力位。第二个压力位是207，第三个压力位我们给出是211，也就是这根红 K 的最高，2月28日这根 K 线最高。好，我们再来看下方的支撑。首先到来的支撑是当日新生成的5日均线值，是在186到188之间。第二个支撑就是前低184.5。第三个支撑是当日新生成的10日均线值，是在181到183之间。然后第四个支撑就是下行的第一个目标，是在178附近。好，那基于以上这些信息的解读和分析，我们给出5月30日股价走势的预测。我们预测的第一个可能，股价会出现继续上涨。如果是继续上涨，它将是高开盘，然后股价最低会回踩到191。上方最高会到达199.5，然后收盘会收在195附近。那它的条件当日必须是高开盘，并且在盘中股价是不可以低于189的，满足了这个条件才会出现这样的上涨。那第二个可能，我们认为股价很有可能会出现反转向下。如果出现反转向下，它将是低开盘或者是大幅的低开盘，然后在盘中股价最高会到达193，最低下方会回踩到182，然后收盘会收在183附近。在这个位置，那它的条件当日必须是低开盘，并且在盘中股价是不可以高于193的，满足了这个条件才有可能出现这样的反转向下。好，以上是我们对特斯拉股价在2023年5月30日走势的分析和预测，谢谢大家的收听收看。同时也向各位会员朋友的赞助表示感谢，谢谢大家。